这只狗狗能看到鬼魂，不分昼夜的盯着天花板狂叫，叫声充满了恐惧。可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任何噪音。主人给客厅安装了监控，然而在深夜拍到的画面更加诡异。主人说1个月前爷爷去世了，他们参加完葬礼就搬到了这里。狗狗一到新家就表现得很反常，开始对着天花板叫，就算拿它最喜欢的食物也不能转移它的注意力，吃2口就要死死盯着天花板。有人说是爷爷跟到了家里，主人根本不相信这些，他们怀疑天花板上有什么小动物之类的，于是呢把热成像探头伸到了天花板，结果呢并没有任何发现，然后呢又怀疑是灯光导致的，接着用黑布把灯完全遮住。狗狗呢突然就不叫了，看来问题找到了。可还没过2分钟，狗狗呢再次叫了起来，实在没办法了，主人决定去楼上邻居家询问情况，敲了半天都没人开门，只好呢去物业咨询，结果物业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，楼上根本就没有人住，这就有点诡异了。而且呢监控显示狗狗晚上叫得更厉害，身体还不停颤抖，连主人都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什么脏东西，他们是真的害怕了，于是找来了动物专家。专家观察了一会儿却笑了起来。专家说狗的听觉十分灵敏，可以听到人类听不见的声音，说天花板上一定有着细微的噪音。接着呢拿仪器一测，果然有声音，31分贝，相当于轻声说话的音量。这种声音呢人类是听不到的，但狗狗就可以听得很清楚，把声音放大后才听清，原来是公寓管道流水的声音。之所以狗狗反应这么激烈，是因为刚刚搬了新家，再加上狗狗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，才导致它不停地叫，并没有什么鬼魂。主人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解决方法呢也很简单，录下这个声音，然后调高音量，反复放给狗狗听，期间呢再给它一些奖励，慢慢矫正认知，让它彻底爱上这个声音。果然呢经过多次脱敏训练，狗狗不再乱叫，很快呢就睡着了，它是真的累了。这个植物一天能长3米，100年才会开1次花。神奇的是，大妈只养了1个月就开花了。几天前，大妈刚从医院出来，就遇到了一个怪和尚，什么都没说，就把这棵植物送给了大妈。自从这植物来到家里，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，大妈的身体也在一天天好转。大妈认为这些都是这棵植物带来的，觉得植物被高僧开光了。从那时起，大妈每天都会精心照料，浇水都是用山泉水，嘴里还一直念叨着撒浪嘿呦。刚开始呢，它只是冒出了一个小尖尖，没想到一夜之间长到了3米，而且还在不停的往上涨。节目组架起相机近距离观察，植物肉眼可见的变大。那这棵植物到底是什么？为此节目组请来专家小亮来鉴定这个热门生物。专家觉得很不可思议，说这东西根本不会生长在这里，当地的环境不利于它生长，长成这么高非常罕见。原来这种植物叫龙舌兰，这根长长的就是它的花茎，最后会在顶端开花，据说100年才会开1次花，但只要开花后它就会急速衰败枯萎，一生也只开1次。几天后龙舌兰真的开花了，看起来好像一把火炬，上面还泛着光，蜜蜂都被吸引来了。它现在的高度达到了4米，全村人都来围观，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。据说龙舌兰开花就能实现愿望，众人纷纷低头许愿。然而下面这只小香猪表示不服，他家的宠物小香猪1个月就长到了300斤，2个男人都抱不起来，肚子都快碰到地板了，还长出了3下巴。本来是个迷你猪，结果现在一对比，主人变得很迷你，他直接从佩奇变成了八戒。有次主人想要抱一下结果闪到了腰，当时卖家还郑重承诺，迷你小香猪长不大，最多不超过30斤，假一赔10。可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主人才发现自己上了当，佩奇不仅能吃，而且长得飞快。主人找卖家售后，卖家说可以赔你10倍，你把货退回来，我们重新给你发10只小猪仔。主人一想，不对啊，我这不成养猪的了吗？毕竟养了这么长时间，都有感情了。主人决定给他减肥，第一步带上计步器，一块行走的五花肉上线了。刚走了2步他就躺下了，主人以为他至少能走30分钟，结果他要休息30分钟。第2步吃减肥餐，用食物引诱他走路，结果主人却累瘦了。最后主人想到一个绝招，给佩奇制作了一个结实背带，前面吊上一根他最爱的胡萝卜。你别说效果不错，他走路积极多了。几天后再次上秤，减肥效果非常明显整整减掉了半斤。最后主人表示会一直陪着佩奇减肥，希望佩奇能变回迷你猪。然而变大的不止佩奇，下面这家房子里也有个大东西，每天都有个不明生物趴在他家窗户上偷窥，上面还留下了巨大的指纹，纹路非常清晰怎么擦都擦不掉，而且只要太阳出来它就会消失。一到晚上呢消失的指纹又重新出现，只有卧室的窗户会出现这种现象，就算更换了新窗户，指纹还是会出现。诡异的现象持续了好几个月，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溃，怀疑是被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了。节目组呢全程监控，结果一直到深夜都没有出现什么怪东西。白天一看呢，指纹果然消失了，这很不科学。那会不会是窗户本身的质量问题？卖家说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，猜测是玻璃生产过程中吸盘导致的这种痕迹，但是现实中并没有那么大的吸盘。节目组在工厂继续寻找线索，玻璃的存放方式
示，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。上面出现的纹路和家里指纹很像。老板说，刚生产出来的玻璃很热，需要在下面垫上一层厚厚的油纸。那指纹会不会就是油纸印上去的？随后专家对着油纸分析了半天，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懂的，反正总之结论就是玻璃上的纹路还真是油纸印上去的。至于白天指纹就会消失，是由于温度升高导致的。主人在下放心了，说以后不用再换窗户了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零下10度的天气，大妈却开在22台风扇，一开就是24小时，还说不开就会死。房间内外到处都是摄像头，大妈就这样整晚守着监控。问她为什么这样做，她说家里有毒气，风扇呢可以让她避免受到伤害，说整个房子都会泄露毒气，尤其是地板和墙壁之间，把缝隙堵上后，味道呢反而越来越大。说着呢就掀开了地板，地板上呢还真看到了一些熏红的痕迹。怕大家不信，她突然又打开了监控，说之前就看到有人骑着摩托车用针头往她家注入气体，墙上的洞就是证据，她会及时把洞堵上，但很快呢又会出现新的洞，看起来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。随后大家决定去问问邻居是否经历过类似的事情，结果邻居表示确实见过骑摩托的人，但从来没闻到过奇怪的味道。大妈则表示这个很明显就是冲她来的，至于为什么偏偏要害她，大妈也不知道，但这可苦了大妈了，经常被熏得睡不着，久而久之呢患上了神经衰弱，甚至只能吃药才能入睡，这样痛苦的生活已经持续了2年半。然而记者在她家却始终没有闻到任何奇怪的味道。为了缓解她的焦虑，节目组请来专家，大妈表示最严重的地方就是阁楼。专家检测一番，还真发现了异常，确实有非常微量的煤气泄漏，不过呢可以忽略不计，但并没有任何其他有毒气体。专家换上更精准的仪器，也没有检测到任何有害气体。大妈却表示自己不相信仪器，说自己的鼻子是最灵的。没办法了，大家提议今晚跟大妈一起住，不开风扇看会不会被毒死。结果一觉醒来，大妈神清气爽，表示昨晚确实没有闻到毒气，而且呢睡得很香。她担心大家走了之后毒气又会重新袭来，看起来大妈确实病得不轻。虽然儿子之前建议她接受治疗，大妈却说自己没疯也没病，还生气地认为儿子不信任她。经过节目组不懈的劝说，大妈终于同意去看医生。通过一系列检查，医生表示这个就是常见的妄想症而已，可能是由于丈夫和大儿子的意外去世，对她造成了严重打击，悲伤过度导致的。而且呢之前和养鸡场的人发生过矛盾，所以才开始怀疑养鸡场要害她。经过长期的心理治疗，现在大妈表示已经闻不到什么毒气了。最后呢把风扇都去掉了，现在她又可以享受正常的生活了。她每天都要喝新鲜的冰红茶，早上起来就要去厕所接一杯，从一天喝1杯直到后来的一天5杯，已经持续喝了2年。她说每天吃的东西不一样，红茶的口感也不一样，有时候咸，有时候甜，有时候尝起来还像香槟。最喜欢的还是上火的时候，焦黄的颜色让她沉醉。最急的人是她女儿，怕她喝死了，而她自己却说这是冰红茶救了她的命。这又是为啥？现在的她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喝着不过瘾了，直接把黄色液体当牙膏用，说刷完的牙变得更白了，甚至还把液体当眼霜和爽肤水，头发上也能抹一抹。洗澡时把液体加在浴缸里，洗完容光焕发，还能用液体洗眼睛洗鼻子，据说能治疗鼻炎。那他到底为啥要喝黄色液体呢？原来2年前他得了癌症，医生说他还能活1年，于是他决定放弃化疗，找到了这种治疗癌症的偏方。他认为自己的做法很环保，可以循环利用，还推荐大家都试一下。但是我不建议大家模仿啊，这属于偏方，没有任何科学依据，大家千万不要信。就连他女儿们也不信，劝他去医院检查一下，看看这黄色液体是否对癌症有效。如果真的有效，那以后就尽情喝，也不会再管你。他一听也对啊，来到医院一检查，发现肿瘤扩散的更快了。很明显，黄色液体一点作用都没有，甚至还耽误了病情。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切除肿瘤，最后在医生的帮助下控制住了病情。有钱的可以喝冰红茶，那没钱的吃什么呢？来看看下面这一位，他每天都来这家店白吃白喝，每次都吃同样的食物，吃完就走，从来不付钱。然而店主却根本不在意，想吃多少吃多少，还会给他打包一些带走。第二天他再次出现，工作人员尝试和他交流，他突然表现得很慌张，东西都不吃了，拿起麻袋就走。工作人员决定跟着他一探究竟，他丢下一句奇怪的话，背着麻袋走进了大山。工作人员赶紧跟了上去，问他麻袋里装的什么，他还是一言不发，很快消失在了树林中。那我们还是来问问店主是什么情况吧。店主说5年前他开始来店里吃饭，只点了3块钱的炒年糕，看得出来他很穷。店主告诉他如果饿了可以随时来吃，没想到第二天他真的来了。店主说自己也曾经经历过低谷，身上1分钱没有，觉得要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。从那之后就一直给他提供免费食物，已经持续了6年，每年提供的食物也是个不小的开支。附近店铺老板都不能理解他的做法。1年后，节目组想要做个回访，发现店主搬家了，但还是会给流浪人员提供免费食物，家人都很支持他的做法。我觉得天使大概也就是这样的吧，在社会福利社的帮助下，之前的流浪汉也住进了精神病院，一切都在慢慢变好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这只狗狗能看到鬼魂，不分昼夜的盯着天花板狂叫，叫声充满了恐惧。可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任何噪音。主人给客厅安装了监控，
然而在深夜拍到的画面更加诡异。主人说1个月前爷爷去世了，他们参加完葬礼就搬到了这里。狗狗一到新家就表现得很反常，开始对着天花板叫，就算拿它最喜欢的食物也不能转移它的注意力，吃2口就要死死盯着天花板。有人说是爷爷跟到了家里，主人根本不相信这些，他们怀疑天花板上有什么小动物之类的，于是呢把热成像探头伸到了天花板，结果呢并没有任何发现，然后呢又怀疑是灯光导致的，接着用黑布把灯完全遮住。狗狗呢突然就不叫了，看来问题找到了。可还没过2分钟，狗狗呢再次叫了起来，实在没办法了，主人决定去楼上邻居家询问情况，敲了半天都没人开门，只好呢去物业咨询，结果物业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，楼上根本就没有人住，这就有点诡异了。而且呢监控显示狗狗晚上叫得更厉害，身体还不停颤抖，连主人都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什么脏东西，他们是真的害怕了，于是找来了动物专家。专家观察了一会儿却笑了起来。专家说狗的听觉十分灵敏，可以听到人类听不见的声音，说天花板上一定有着细微的噪音。接着呢拿仪器一测，果然有声音，31分贝，相当于轻声说话的音量。这种声音呢人类是听不到的，但狗狗就可以听得很清楚，把声音放大后才听清，原来是公寓管道流水的声音。之所以狗狗反应这么激烈，是因为刚刚搬了新家，再加上狗狗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，才导致它不停地叫，并没有什么鬼魂。主人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解决方法呢也很简单，录下这个声音，然后调高音量，反复放给狗狗听，期间呢再给它一些奖励，慢慢矫正认知，让它彻底爱上这个声音。果然呢经过多次脱敏训练，狗狗不再乱叫，很快呢就睡着了，它是真的累了。男孩的身体是个吸铁石，把铁勺往身上轻轻一放，瞬间就吸了上去，最多可以同时吸5个叉子，硬币也不在话下。这些东西就像被粘在他身上一样，非常牢固。他不仅能吸铁，手机也可以完美吸附，甚至连陶瓷盘子都可以。而且当他生气的时候，吸力会变得更强，能吸住更多的东西。这个特异功能是在他吃饭时偶然发现的。妈妈看到大为震惊，带他去医院检查，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和他一样身体有磁力的还有下面这个男孩，他的超能力是奶奶发现的，往他身上丢硬币，硬币根本不会掉，牢牢的吸在身上。他不仅能吸勺子、硬币、手机，什么平底锅、电熨斗、手风琴都可以轻轻松松吸到身上，最多能吸50斤的铁盘子。奶奶说他的磁力还可以治病，有一次就治好了邻居的头痛，邻居对他的绝技称赞不已，但他说每次施展魔力后都会感觉很累，要休息几天才能恢复能力。如今已经长大的他不仅变得更胖，磁力还变得更强，甚至还上了电视，给观众表演了胸口吸铁锅，观众都惊叹不已。不过也有人质疑说，因为他肚子大，身体有弧度，东西其实是被他撑住的，那到底是磁力吸引还是被撑住的？最终呢也没有个确定的结论。但下面这位大叔看了之后表示不服，大叔的身体有磁力，一次性可以吸85个勺子，连后背都可以吸起一个大铁盆，不仅不会掉，还非常牢固。身体磁力最强的地方是胸部和腹部，胸口还可以吸各种水果蔬菜，小黄瓜轻轻放在胸前，立马就吸上了。后来还尝试吸手机、盘子、瓷砖、车钥匙，都可以成功吸附。他说目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可以在身上吸53个勺子，他第一次尝试就吸了85个勺子，直接打破了世界纪录。还说吸东西完全靠意念，要集中精力，然后把体内的能量转移到胸口上。普通人这样做也可以把勺子吸到身上。再后来他不满足于吸小东西，开始尝试大物件，汽车引擎盖可以轻松吸附，茶几玻璃也没问题，甚至连木头门板都可以，转圈也毫无压力。他说自己完全掌握了这种能力，吸任何东西都像喝水一样简单，还可以把能量输到全身，想让哪个部位吸都可以，脸上也没问题，自己可以随意控制能力，只需要紧闭双眼就可以开启或关闭，让它掉就会掉。但科学家们否认了他的说法，说他只是皮肤比较黏而已。如果在夏天1个星期不洗澡，效果更好。专家建议洗澡就好了。拥有这种超能力的还不止他们，下面这位大叔更夸张，大叔的身体能吸铁，一次性可以吸100个勺子，四处走动勺子也不会掉。他说腿上的磁力更强，走在路上都会把附近的小铁钉吸到腿上，直接成了一块行走的吸铁石。小到铁钉勺子，大到汽车引擎盖，通通可以吸在身上，盖子上还可以坐一个人。那他为啥会拥有这种超能力？真的是神奇。现在呢他要升级挑战，胸前吸上一个凳子，凳子上再坐个小伙子，还准备拉动一辆汽车。挑战开始，汽车还真被他拉动了，但他并不打算停止挑战，说以后准备拉火车和飞机。接着他还说出了自己是如何获得超能力的。原来5年前遭遇了一次严重的电击事故，没想到摇身变成了一个人体吸铁石，能够吸附起任何东西，这种能力还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强。这种现象让科学家们感到迷惑，如果纯粹凭身上的磁力就能吸起东西的话，那么他们身上的磁力将是地球磁力的1000倍左右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科学家对他进行了全面测试，结果发现他身上压根没有任何磁力，和普通人没有区别。最后才发现他的皮肤能够大量分泌一种粘性皮脂，这使得他的毛孔像吸盘一样，所以才能吸住物体。科学家最后建议说，你也去洗澡吧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每天偷偷给自己家的猫下药，就掺在猫咪爱吃的食物里，1天3顿下的药还不一样。
之所以这么做，都是因为他家的猫太可恶。每当他一觉醒来，脸上就会出现伤口，手臂上也有抓伤。他确定不是自己抓的，自己指甲很短，根本抓不出来这种效果。他现在怕得很，在卧室偷偷装了监控，结果却让他更加迷惑。只见每当他入睡后，他家猫就像疯了一样撕咬他，还把屁股在他脸上蹭来蹭去。他下意识把猫推开，接着猫咪的行为更加诡异，在地上不停地抽搐。主人想不明白，为什么白天乖巧的猫咪晚上会对自己做这种事情，而且每次主人出门后，它的行为也很古怪，变得焦躁不安，愤怒地撕咬被子。这只猫到底怎么了？专家反复观看录像后，认为这猫应该是梦游了，很可能还做了噩梦，把主人当成了假想敌。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话，说明和他小时候的痛苦经历有关。主人这才恍然大悟，说猫就是他捡来的。发现它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，医生建议先进行药物治疗，每天把药混合在猫粮里，慢慢缓解它的焦虑紧张，还要给它更多的陪伴，让它知道自己并不孤单。晚上主人又用上了安神香薰，甚至打开了专门给猫听的音乐，它听了一会就开始犯困。那它晚上还会咬人吗？只见半夜它径直来到主人旁边，徘徊片刻后，趴在主人旁边安静地睡了起来，一直到天亮，它都没再出现奇怪的行为。看起来小白已经慢慢康复了。大叔每次做饭要先洗一盆碎玻璃，洗完再加上几勺白糖，直接就端上了餐桌，放着一桌菜不吃，他却只想吃玻璃。老婆怕他吃死了，想让大叔吃一块玻璃就上一口菜，但大叔根本不听，玻璃直接成了他的主食。一天吃的玻璃可以填满2个啤酒杯，现在还越来越离谱，上班都要带着满满一杯玻璃碴子，没事就赶紧拿出来吃一块，走到哪都带着。下班后就去玻璃店挑选零食，挑挑拣拣弄了一大袋，回家还要根据口味给他们分类，不同厚度的玻璃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。医院的点滴瓶是他的最爱，吃起来酥脆有嚼劲，灯泡吃起来就差一点，不过呢也很爽口。记者忍不住问他，到底为啥要吃玻璃呢？没想到大叔却反问起了记者，那你为什么要吃饭？为什么要喝酒？为什么要抽烟？喊嘎叽嘛，这个嚼一口非常香。这把记者看得一愣一愣的。大叔，你冷静点啊喂！来到晚上，大叔去聚餐，他只是端起了空酒杯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因为他直接把酒杯给吃了。老板说每次他来吃饭，饭店酒杯就会少好几个。酒足饭饱后，大叔也终于说出了吃玻璃的原因，都是因为20年前的那件小事。当年大叔还是个初入职场的毛头小伙子，刚签了一个大合同，正在陪客户吃饭，由于自己不能喝酒，被客户一番羞辱，说他不爷们。这话伤了大叔的自尊，一气之下吃起了酒杯，就这样一吃还吃上瘾了。现在大家都想知道他身体真的健康吗？没想到啊，大叔却在医生面前表演起了吃玻璃，医生直接吓得不敢看，啥也别说了，直接上仪器检查吧。检查发现大叔其实有肠道问题，医生说大概率就是吃玻璃导致的，虽然目前看起来问题不大，但还是要停止这种行为，否则会导致肠梗阻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他们在独居女生家里装了监控，还拿专业仪器到处扫描。这群人并不是变态，只是小姐姐家里有点怪，她家电视总会无缘无故的自动打开，出门前明明关闭了电视，回来电视就自己打开了，尤其是在3更半夜，电视还经常自己播放恐怖片，想想都觉得可怕。刚开始呢，小姐姐也没当回事，慢慢的这怪异现象越来越频繁，她开始查看电视的各种设置，一切都很正常，售后也来看过了，都找不到问题所在，甚至给她换了一台新电视，还是会出现自动开机的情况。她当着大家的面关上了电视，没一会电视果然就自己打开了，大家怀疑是遥控器出了问题，取出电池后，正对着电视又安装了监控，没几分钟电视又打开了。你就说怪不怪吧？不过凡事要讲科学，专家说电视遥控器发出的是红外线信号，所以他家里可能存在一个能发出相同红外线信号的电器。接着大家对屋内所有电器展开探测，最后怀疑是这个插排的问题，但断电后仍然可以检测到红外线信号。大家又尝试关闭了无线路由器，紧接着红外信号明显降低，那说明问题就出在路由器上，但专家却给出了不同的看法。专家说了一堆有的没的，我也没听懂，反正就是怀疑路由器的适配器有问题。拔掉适配器后，电视果然没再自动打开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适配器产生了不必要的红外线，恰巧和电视匹配，就这样打开了电视，一切都是巧合而已。随后换上新的适配器，电视终于恢复了正常。大妈每天买一只公鸡却从来不吃，一到深夜就把鸡放在陌生人的店门口，连续4年从未间断。店主说从来没见过真人，刚开始也没在意，直接就吃掉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每天都能收到一只，可奇怪的是，附近其他店都没收到过鸡，这很明显和自己有关。他吓得不敢再吃，这很像是一种诅咒啊！怀疑是同行嫉妒自己的生意，恶意放在这里的。店主决定把自己经营的中餐厅改成面馆，并把菜单中关于鸡的菜品全部下架。即使这样，每天早上鸡还是准时出现，从不缺席。这下店主更慌了，大家决定偷偷安装监控，找到这个放鸡的人。一直等到深夜，监控中出现一位可疑人员，他神色慌张，四处张望，确定没人后，放下鸡转身迅速离开了。店主吓得不敢说话，
因为这人他之前就认识，好像就住在这附近。大家检查了沿街所有监控，果然发现了他的行踪。最后走进了一栋公寓，大家决定在公寓楼下蹲点，等了整整1天，在傍晚时分终于等到了大妈。大家赶紧追了上去，质问大妈为啥要这么做，但大妈一口否认，简单丢下一句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接着快速跑开了。记者一路追，大妈终于顶不住了，说出了2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。这是啥意思呢？原来是大妈认为来韩国工作的人不容易，看到中餐厅就有种莫名的好感，觉得应该帮助来韩国的中国人，分享一点自己的爱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。在大家的撮合下，大妈和店主终于见了面，沟通下来误会解开了。店主现在可以放心经营中餐厅，大妈也不用以这种怪异的方式继续散播爱了，省流。我觉得像剧本。农村大妈每隔2天就要买一条秋裤，却常常没有秋裤穿，因为她每天一睁眼，秋裤就会出现10多个破洞，10天内就烂了8条。就算是新买的秋裤，也是穿一条烂一条，而且烂的部位还惊人的一致。但同睡一张床的丈夫，秋裤每天都好好的，大妈百思不得其解。她之前都是睡在床的外侧，出现这个情况后，还特意和丈夫换了位置，本以为没事了，但秋裤还是每天都破。她觉得床上肯定有什么小虫子，趁她睡觉咬破的，于是把床翻了个底朝天，并没有找到什么虫子。一气之下更换了所有床单被褥，心想这次应该万事大吉了吧。可万万没想到，裤子还是照样烂。这离奇的现象在村里掀起了轩然大波，村民对着大妈的秋裤议论纷纷。他们猜来猜去，觉得这些洞很可能是老鼠咬的，但这好像也说不通啊。为啥老鼠不咬棉被，也不咬丈夫的秋裤，偏偏只咬她呢？而且家里还养了一只猫，整天就睡在卧室里，所以不太可能是老鼠。由于他家后面就是山林，有村民提出会不会是什么野生小动物咬的。于是大家在山上进行了仔细搜索，并且在房子周围撒上了石灰。可几天过去了，石灰上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这时上过高中的村民又说，会不会是某种化学药物腐蚀导致的呢？但这个猜测很快也被否定了，因为裤子上没有任何腐蚀留下的痕迹。真是奇了怪了，村里有300多户人家，为什么只在大妈身上发生了这种事呢？会不会是因为得罪了人？丈夫说，如果是有人蓄意报复，唯一通道就是屋后的这扇窗户，但窗户非常结实，不可能有人能通过。一番分析下来，排除了能想到的种种可能，仍然找不到答案。但秋裤依旧每天破洞，事情变得越来越离奇。最后大家找来了专家，专家看着破洞边缘形状，认为很有可能就是老鼠咬的。至于为啥不咬丈夫的秋裤，专家猜测老鼠可能之前在打窝的时候用到了大妈一些衣物，就比如破袜子之类的，并逐渐对衣物上的气味形成了条件反射。最近频繁咬秋裤，可能是他又做了新窝，急需装修，于是就出来寻找熟悉的气味，就这样看中了大妈的秋裤。我觉得这个解释还是比较合理的。大妈每天都在脸上拔罐，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拔罐，拔罐的数量还越来越多，从1个罐到现在的6个，脸上都快塞不下了。工作的时候拔，逛街的时候也拔，脸上都红肿淤青了，却依旧继续拔罐。最急的是她老公，怕她拔死了，也试图阻止她，但她根本不听，还说老公根本不懂自己。现在反而变得越来越离谱，觉得白天拔罐根本不够，甚至连睡觉也开始拔。1夜过后，脸上红肿得很严重，她却说真舒服，说着还要给记者试一试，直接拔了2罐。片刻后，记者就被拔成了猪头。大妈说，你看你湿气太重，都露原形了，以后要多拔罐才行。记者摸着自己的猪头，而不是摸着自己肿胀的脸，没敢说话。现在大妈每天逛菜市场都顶着6个罐罐，众人议论纷纷，但她毫不在意。路过的大妈终于忍不住了，问她为什么要伤害自己。大妈终于说出了原因，原来她之前做生意意外破产，别人都说因为她面相不好导致的。有次看到别人在腿上拔罐，她突发奇想开始在脸上拔罐，慢慢的发现皮肤竟然变好了，甚至还有瘦脸的效果。从那以后就开始在脸上拔罐。拔罐对皮肤真的有好处吗？大家带她来医院，一番检查后，医生表示她皮肤弹性很差，拔罐不能说对皮肤非常有好处，只能说完全没有，甚至还有反效果。不过大妈却坚持认为自己的皮肤比过去好多了，完全不把医生当回事，还当着医生的面拔上了火罐。医生看得很迷惑，最后表示随她去吧，但不建议她每天超过30分钟，否则会给皮肤造成很大负担。大妈感觉医生说的应该有点道理，最后表示自己会尽量降低拔罐时长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大叔因为睡姿比较奇葩，就被家人带去了医院，因为他睡觉从不用枕头，连续40年用手撑着睡。妻子说他会保持这个姿势一直到天亮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怕大家不信，妻子强行把大叔的手拿开，大叔顺势就躺在了枕头上，可还没过一会又撑了起来，这手和头就好像有吸力一般，虽然头会不停地摇晃，但就是不会掉下来。摄像小哥认为大叔肯定是在装睡，于是架起了摄像机，看大叔能装到什么时候。结果30分钟过去了，大叔还是保持这个姿势一动不动。
就算右手放下了，左手又撑了起来，甚至还打起了呼噜。小哥算是彻底服了，大家都替他感到累。然而大叔却说这是自己最舒服的睡姿，不拖着脑袋根本睡不着，甚至这睡姿还救过他的命。此话怎讲？大叔一脸傲娇，说有次家里进了小偷，小偷看到他的奇葩姿势，还以为是睡梦罗汉，直接就吓跑了。邻居家都被偷了，唯独自己家没有丢失任何东西。后来邻居都学他这样睡觉，但根本坚持不了5分钟。大家带他来医院，想看看他的睡眠方式是否正常。检查发现大叔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，而且情况非常严重，也就是说他在睡觉时经常没有呼吸，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，必须要尽快治疗。大叔这才明白，自己一直以为最舒服的睡姿竟然在伤害自己。不过呢，只要治疗得当，还是会好起来的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大叔钓鱼却从不带鱼竿，每天却有吃不完的鱼，而且抓到的鱼还有独特味道。只见他靠着墙根慢慢移动，突然跟大家说抓到了，接着一个猛子下去，上来手里就多了条鱼。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大叔两手空空的说自己又抓到一条。大家一头雾水，潜入水下一看，才明白怎么回事。这大叔是在用脚抓鱼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大叔一脸傲娇的说，这是要讲究技巧的，也就是在水下要用脚跟行走，鱼就会在脚趾的位置来回穿行，一旦碰到脚趾，一脚踩下去百发百中。接着还给大家展示了整个抓鱼过程，不知道是不是大叔的脚有魔力，还是鱼儿都被熏到了，看着都傻傻的往脚下钻。本以为大叔只能踩点小鱼小虾啥的，没想到1斤多的鲶鱼也能踩到，短短1个小时就踩到了22条，这让一旁专业摸鱼的都羡慕不已。现在家里每天都有吃不完的鱼，大妈说就喜欢吃用脚踩的，感觉有股特殊风味。节目组还安排了一场比赛，工作人员同时用4个鱼竿，半天都没钓上来一只，而大叔用了不到1小时，就用脚抓了10多只。不得不说，大叔这个技能真的好实用啊！小伙只是做了个动作，就把瑜伽教练们吓得花容失色，因为他全身好像没有骨头，把头固定住，身子可以旋转360度。不仅如此，手腕也可以旋转，就像上了发条一样，手指都能做出反人类的动作。2只手合在一起，很轻松的就能把手臂掰到后面。摄像小哥也跟着试了试，差点试，连脚后跟都能翻转到前面，离远点看根本分不清前后。高难度的瑜伽动作也不在话下，身体极度扭曲。做了10年瑜伽的教练都不能完成这个动作，这就很尴尬了。教练为了找回点面子，做了个他练习了1年的动作。结果小伙第一次尝试就成功了，这群瑜伽教练算是彻底服了。然而他的绝活还不止这些，舌头都能吐出1朵花来，而且想要几个花瓣就可以卷出几个，最多都能卷出6个花瓣。肚子也可以随意折叠，反手拿东西也是易如反掌，肩胛骨都好像翅膀一样，全身上下都非常柔软，好像真的是没有骨头的软体动物，真是一个奇男子。大爷每天拿着一黑色笔记本，一到凌晨3点就独自来到这片墓地，对着坟墓喃喃自语。有人之前就经常看到他出入墓地，认为他手里拿的正是死亡笔记。这天凌晨，大家刚来到墓地，果然就听到了说话声，还真看到了这位大爷。小哥刚想上前搭话，大爷却挥了挥手，转身向墓地深处走去，直到天亮才离开。即使在回家路上，大爷仍然在喃喃自语。大家实在好奇，问他到底在干啥。大爷却说自己在背诵韩国各地区的名字。至于为啥要在墓地背诵，是因为墓地比较安静，能够集中精力，而且手里拿的也不是什么死亡笔记，而是个地区的邮政编码。小哥随机出了几个问题，大爷都对答如流。晨练的时候也要大声背诵，走到哪都能成为焦点，连狗狗都被他吸引了。跟他来到家里，墙上还贴满了要背诵的东西。大爷都一把年纪了，为啥要让自己活得这么痛苦呢？真是奇怪。既然喜欢背，大家给他出了个任务，1天时间内记住韩国少女时代的团员名字。这下大爷有的忙了，先抄写了1遍，走到哪背到哪。检查时间到，大爷还真磕磕巴巴的背了下来。至于为啥喜欢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大爷说自己有轻微的老年痴呆，想通过背诵来增强记忆。医院也去过了，医生说大爷的记忆力还不错，坚持背诵会大大改善老年痴呆的症状。大爷花50年收藏了4000多种可乐，现在手上的是世界上第1款可乐，已经超过了100年，瓶盖都是用的木头塞子。很多人想喝的82年可乐，他这多的是。这里简直就是肥宅天堂，什么造型的都有，全是脑洞大开的设计。各种限量版可乐，有的瓶身都镶了钻石，还有奥运纪念可乐、美国队长可乐、天使爱美丽联名款、阿凡达联名款，世界各地的可乐都能在这里找到。由于都是非常稀有的限量版，价格都比较贵，最贵的一瓶能卖200万韩元。大家仔细数了数，足足有4000多种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收藏了很多可乐周边产品，这个就是可口可乐公司推出的收音机，收集这些又花掉了好几百万。大叔表示会一直收藏下去，要打破世界纪录。然而下面这个大爷的收藏能点燃你的心。大爷在涂口红，但其实这是打火机。他转身又吃起了饼干，其实还是个打火机。他30年收藏了6000多支，家里墙纸都是用打火机做的，各种你意想不到的打火方式。看着是把锤子，其实是打火机，灯泡是打火机，牛奶盒也是。
灭火器都能出火，包包能打火，高跟鞋也可以，最小的和硬币差不多，小是小了点，但照样能打火。最大的就要用手抱着。要说是燃气灶我都信，最独特的要数这个，火焰可以分叉。这些火机来自全世界各地，他每周都要挨个清理一次。虽然大爷不抽烟，打火机却已经成了他的精神寄托。大叔30年收藏了2000部手机，全是你没见过的，有设计成香蕉玉米的，保龄球也是电话，超人都背着电话，来电还会蹦迪，还有来电就会吐丝的蜘蛛侠电话，易拉罐也是电话，连鞋底都能设计成电话，密密麻麻摆满了房间，地板上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。工作人员数了数，光客厅就有1000多部，另一个房子更多，一共算下来有2000部。关键这些都能正常使用。节目组随即拨打了几个，果然就接通了。每月光套餐费就是不小的开支，为此连周末都要去做兼职。妻子觉得这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，考虑再三，他决定做出改变，把手机都卖了，给儿子买了一屋子玩具。他终于想明白，亲情才是最值得收藏的。和他一样，下面这个人也喜欢收藏，只不过他只收藏座机。仓库里一共有3000多部，100多年前的古董电话都有，竟然还能使用。不过要先摇动手柄发电才可以。只见他插上了一个什么模块，然后真就拨通了记者的手机，通话音质还特别好，就像穿越了一样。大叔还打算开个电话博物馆，把这些不常见的电话展出供大家欣赏。大爷不抽烟，家里却有成千上万的烟头，只因他爱干这件事。虽然他不是环卫工人，可一到晚上12点就换上环卫工人的衣服，来街上捡烟头。说晚上烟头多，捡完商店门口就来到酒吧门口，整夜没有间断，甚至白天也开始捡。只要有他出现的地方，绝对不允许有烟头。有人就觉得大爷肯定是脑子有问题，没有工资不说，根本就是出力不讨好吗？还有人觉得大爷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伤心事，大爷却说这是自己最开心的时刻，既锻炼了身体，又顺便警告了那些乱丢烟头的人。他还在一些缺少垃圾桶的地方都安装了自制的烟灰缸，但即使这样，烟头还是遍地都是，他也没在意，继续自顾自的捡。跟他来到家里，画面简直不要太震撼，这一罐罐的全是烟头，捡满一罐就要封装起来，一罐大约有5000多支，一共有250多罐，加起来差不多有150多万支烟头，这都是他4年来收集的，他一天都不会歇着。今天虽然下着雨，大爷却捡得很开心，因为今天捡到的终于又可以装满一个罐子，感觉实现了人生价值。大爷表示会一直捡下去。放4根点燃的香烟，竟然吸引来了一只喜鹊，叼起一根猛吸一口，接着把点燃的银色的汗，即使气温接近0度，它却热得受不了。仔细一看，妈妈却差点吓死，从脖子到后背都渗出了红色液体，看着像汗水，但她又不敢肯定，人怎么可能流血汗呢？来不及多想，赶紧拿上毛巾给女儿擦身体，毛巾瞬间就染成了红色，在水里洗了几下，一盆清水就变成了淡红色。妈妈这下慌了神，好端端的女儿怎么会突然出现这种怪异症状呢？妈妈越想越怕，甚至联想到了败血症，赶快把女儿送到了县医院。一番检查下来，各项指标都很正常，并没有发现什么病症。悬着的心稍微缓和了一下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当天晚上怪事又发生了。女儿突然发起了高烧，身上再次流出红色液体，这液体好像有魔力一样。第2天女儿就突然好了，连续几天都没再冒出红色液体。据她妈妈观察，女孩流血汗没有任何规律，有时运动后流，有时睡觉会流，如此反复无常的血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大家带她来到大医院，医生对血汗进行取样检验，很快就给出了结果。这红色液体还真是汗液，原来是女孩的汗腺功能失调，导致了一种叫色汗症的病。一旦遭遇细菌侵入，汗液就会在细菌的作用下变色。不过呢，色汗症对人体不会造成太大危害，随着汗腺功能恢复正常，色汗症也会随之消失。所以说看病要去大医院呢喂。农村大妈每隔2天就要买一条秋裤，却常常没有秋裤穿，因为她每天一睁眼，秋裤就会出现10多个破洞，10天内就烂了8条。就算是新买的秋裤，也是穿一条烂一条，而且烂的部位还惊人的一致。但同睡一张床的丈夫，秋裤每天都好好的，大妈百思不得其解。她之前都是睡在床的外侧，出现这个情况后，还特意和丈夫换了位置，本以为没事了，但秋裤还是每天都破。她觉得床上肯定有什么小虫子，趁她睡觉咬破的，于是把床翻了个底朝天，并没有找到什么虫子。一气之下更换了所有床单被褥，心想这次应该万事大吉了吧。可万万没想到，裤子还是照样烂。这离奇的现象在村里掀起了轩然大波，村民对着大妈的秋裤议论纷纷。他们猜来猜去，觉得这些洞很可能是老鼠咬的，但这好像也说不通啊。为啥老鼠不咬棉被，也不咬丈夫的秋裤，偏偏只咬她呢？而且家里还养了一只猫，整天就睡在卧室里，所以不太可能是老鼠。由于他家后面就是山林，有村民提出会不会是什么野生小动物咬的。于是大家在山上进行了仔细搜索，并且在房子周围撒上了石灰。可几天过去了，石灰上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这时上过高中的村民又说，会不会是某种化学药物腐蚀导致的呢？
但这个猜测很快也被否定了，因为裤子上没有任何腐蚀留下的痕迹。真是奇了怪了，村里有300多户人家，为什么只在大妈身上发生了这种事呢？会不会是因为得罪了人？丈夫说，如果是有人蓄意报复，唯一通道就是屋后的这扇窗户，但窗户非常结实，不可能有人能通过。一番分析下来，排除了能想到的种种可能，仍然找不到答案。但秋裤依旧每天破洞，事情变得越来越离奇。最后大家找来了专家，专家看着破洞边缘形状，认为很有可能就是老鼠咬的。至于为啥不咬丈夫的秋裤，专家猜测老鼠可能之前在打窝的时候用到了大妈一些衣物，就比如破袜子之类的，并逐渐对衣物上的气味形成了条件反射。最近频繁咬秋裤，可能是他又做了新窝，急需装修，于是就出来寻找熟悉的气味，就这样看中了大妈的秋裤。我觉得这个解释还是比较合理的。